我们这个是用全中文对吧？对，好，也可以的。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然后声音是清晰的吗？可以看到，声音很清晰。好的，好的。我也可以开一下视频，看一下，开视频，就这样吧。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吗？可以的，可以开始。嗯，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刘老师邀请。然后我是来自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人工智能中心的博士后张鹏哲。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遗传编程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以及遗传编程与现在基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进行程序合成的一些关联。其实我是一直在做一个遗传编程方向。遗传编程呢是一种进化计算方法，因为我知道这个今天咱们在座的听众都是来自于这个 EvoAgent 这个研究小组嘛，其实大家对这个进化计算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什么是遗传编程。其实遗传编程这个概念是很早之前就被提出了。它其实最早来自于图灵的设想，就是能不能让计算机自动的生成计算机程序。然后它的实现是由 John Coda 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教授于1992年提出的。它的主要思想就是基于进化算法，也就是所谓的达尔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思想，去不断的改进程序，从而得到我们目标程序。可以说，遗传编程算法是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之前最成功的程序合成方法之一。当然了，也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遗传编程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表现出了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效果，尤其是在符号回归、自动机器学习以及经典的编程竞赛程序合成中。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程序合成的演进的话，可能比较早期的话就是一些规则系统，比如决策树这种。然后后面的话，1990年就是遗传算法和进化算法同时被提出，然后就很快的就占领了就是程序合成这个领域的一大部分空间。在1990年到2020年吧这个期间内，其实遗传编程算法一直是这个程序合成的主流。也在这个软件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的一些会议上，都是发表了很多论文。然后2020年之后呢，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可能才是有更多的圈外人去接触了代码生成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代码生成才是逐渐成为了一个就大家现在关注的 hot topic。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遗传编程算法，就是自动程序合成这个事情，其实在20-30年前就已经是被大家广泛的研究，只是研究的就是这么小一波人。然后只是在2020年之后，Large Language Model 开启了一些革新，然后才导致我们现在有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Algorithm Evolution 或者 Automated Algorithm 迭代这个事情。历史是这么个历史。然后今天我主要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遗传编程这个比较 old school 的技术到底是怎么去做这个程序合成这件事情的。其实遗传编程，目前最主流的一个程序表示是树形结构，因为这种树形结构是相对来说比较直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合成一段这种程序，然后我们会把程序编码成一个语法树。其实大家如果对计算机程序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编译过程中，其实也是会把程序编译成语法树的。所以说我们这样是相当于是和那个编译出来的那个语法树是一一对应的。然后只是不同的是，我们这块是一个简化的这种语法树，就是我们会用一些领域特定的算子，比如说在符号回归领域，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max，然后加减乘除这些基础算子。如果是对应到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说图像处理领域，那么可能就是一些图像处理的卷积算子，或者是一些平滑算子。然后终端节点的话，就业节点就是些绿色标明的，它是代表的是终端变量。如果是在符号回归领域，那么就是一些可以认为是 vector 吧，然后或者是一些常数。如果是在图像处理领域的话，那这些终端变量可能就是一张 image 的 RGB 某一个通道，或者是就是 RGB 3个通道。然后如果是在调度领域的话，可能就是当前的一个机器的状态、闲置程度这种。总之来说，就是我们希望说能用这样一个表示结构，然后去演化出来一段程序，然后从而实现自动程序合成的这样一个目的。就像我所说的，就是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函数集，一个是终端集，主要就是基于领域知识去进行定义。然后基于这个程序表示呢，我们会设计很多的算子，这些算子呢，然后去不断的推进这个演化算法，去选择优秀的个体，然后去改进这些优秀的个体。选择的话，目前主要来说常见的有3种算子，第一个叫锦标赛选择。锦标赛选择就是说我随机选择一般是7个个体，然后再从随机选择7个个体中选择出来一个最好的个体。这样的话，就是随机选择7个，它是有随机性的，所以说它可以保证种群的多样性。然后选择最好的那一个，这样又可以保证它是有一定的收敛性。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一个算子。然后轮盘组的话就比较直接了，就是这个在 FuncSearch 中用的非常多，就是它基于适应度，然后去归一化一下，然后按照这个比例进行采样。第3种叫 LexiCase，LexiCase 的主要讲法是不太一样，就是它认为这个程序它不仅仅要在某一个 test case 上，取得更好的效果，它最终的目的是，我要在一整批的 test case 上取得更好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在选择过程中就可能会说，比如说我这个个体在1号 test case 上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次选择可能就要在2号 test case 上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那一个个体，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一定的多样性。然后至于交叉算子的话，交叉算子的大致定义就是说我有两个附带数，这2个附带数都是通过上面所说的那个选择算子选出来的。那么呢，我可以通过随机选择2个交叉点，然后把这2个交叉点所对应的那个 subtree 都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2个新的子代。其实这个算子它是一个比较随机的算子，就是交叉点是随机的，然后所以说它不能保证后代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它所基于的一个思想是我认为这2个交叉点它其实是有一些 building blocks 的，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我们在 CNN 中它是有些特征提取模块，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能交叉这些特征提取模块，从而组合出一些更好的code，是这样一种感觉。当然了，就是子数交叉的话，它实际上也有一种变体叫有偏交叉。有偏交叉就是说，我可以只保留其中某一个子代，就比如说附带1、附带2。如果附带1的适应度大于附带2，那么我交叉完之后，我只保留附带1，因为它附带1它本身原本的就适应度会比较高，那么它产生子代相对来说可能也适应度会比较高，所以只保留附带1产生的子代，就是所谓的有偏交叉。然后变异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直接。变异的话，子数变异就是说我把这个交叉随机选出来一个交叉点上下面的子数，然后用一个随机生成的子数去替代。然后点变异的话，就是说我比如说把这个乘号替换成一个除号，这样就是一个点变异。另外一种叫提升变异，提升变异就是说，比如说我选出来这样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变异点吧，变异点，然后把这个子数直接作为一个新的个体去放到新的种群中，就是比如说这个附带1，我如果选出来这个x 乘以 y 作为一个提升变异点的话，那么提升变异就是说我把剩下的这种红色节点和另一个 x 都抛弃掉，然后把这个 x 乘以 y 作为一个新的个体。提升变异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控制遗传编程中的膨胀效果，就是说遗传编程它可能会随着演化的不断进行，程序会自己有一个不受控制的长大现象，这样的话会影响可解释性，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类似于修剪一样的操作去控制它的膨胀。然后除了演化算法中经常有的交叉和变异，一般来说，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复制操作。复制操作特别是会用到这个精英保留策略。
所谓的精英保留策略就是我们会把比如说 top 1% 或者是 top 5% 的一些个体，然后去直接 copy 到下一代。这样的话，一些比较好的 genetic materials 就不会被遗忘掉。所以说大概就是基于这样一些算子，然后我们去运用一个演化算法的流程去生成新的个体。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流程初始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块有一些叫 ramped half and half，它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些个体是随机高度的，有些个体是满高度的一些生成方法去随机生成一些个体。然后评估的话，这个就主要是看我们要应用到什么领域。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自动机器学习领域的话，那么它就是用最后的 accuracy 作为适用度。如果是我们要应用到调度领域的话，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所调度的所消耗的成本，然后作为适用度。然后有了这个适用度函数适用度值之后，我们可以用上面讲到的3种算子中的任意一种算子去选择附带个体，然后再利用所谓的交叉变异以及复制算子去产生新的子代个体，形成新的种群。基于新的种群呢，我们再去进行下一步的评估和选择。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迭代整个的程序种群，然后最终生成一个比较合适的程序。这样就是整个遗传的编程算法的一个流程。然后在遗传编程算法中，其实它和现在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这种algorithm evolution 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种群大小一般会设的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主要一个目的是因为我们想要保证它的一个足够的多样性。然后相比之下，代数可以少一点，代数比如说50代或者100代，很多时候就可以了。然后主要还是要有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种群有时候会涉及到1000这样一个规模。然后数深度的话，这里主要是讲我们如果基于这个数表示作为一个程序模板的话，那么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个数深度的上限，比如说17。当然现在设的是更多的可能是10，或者是甚至更低，以前是5。这样主要是为了保证说它不因为像我前面所说的那种程序膨胀，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程序，这样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可以解释，是做这样一个限制。然后我知道就是今天主要讲这个其实遗传编程算法大家了解了一下之后就可以发现，其实它和现在所提到的这种基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algorithm evolution 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在介绍这个基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algorithm evolution 之前呢，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就是遗传编程算法和现在基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直接进行程序合成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和一些不同点吧。首先，从搜索策略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遗传编程算法它是基于种群的一种进化搜索算法，它实际上是比较随机的。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是基于这种注意力机制，然后基于这种神经网络去基于 input 的一些sentences 去生成它的程序，它实际上是跟你的意图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随机生成的一个过程。然后程序表示的话，遗传编程是用这种数结构或用图结构用的比较多。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其实主要受限于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嘛，然后所以说它一般是序列生成的，就是我一次性蹦一个或一次性蹦几个这种。然后优化方法的话，遗传编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其实分训练和推理。然后它的训练阶段是通过梯度下降或者通过强化学习这种 GRPU 的方法去不断优化的。然后，但是一旦训练好之后，它其实推理的过程它实际上是没有迭代过程的。所以说优化方法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探索机制的话，遗传编程是通过这种随机的交叉和变异去不断的探索出新解。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如果我们觉得当前这个程序不对或者不够好，那么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一般就是通过这种数搜索的方式去换一个当前生成的 token，然后去再往下延展。然后领域知识的话，实际上遗传编程我们是需要定义一些函数集和终端集，就是基于一些领域专家的知识去定义整个搜索空间。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是不需要定义这个领域知识的，它因为在训练过程中已经见过了很多的领域知识，所以说在 inference 的过程中，你直接告诉他你想要什么，基本上就可以自动去调用这些领域知识。当然，调用的对不对，它有没有幻觉，这个是另外再说的事情。
然后计算成本的话，这个主要是看就是看怎么去想这个事情。计算成本遗传编程的话，它是要评估多个候选程序，当然它的计算成本应该是会比 large language model 稍微高一点。但它的好处是它不是强依赖 GPU 的，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是肯定是强依赖 GPU 嘛。然后但是它的好处是它单次前向传播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快一些。然后可解释性的话，其实他们最后生成的那个程序都是可解释的。然后主要是它们的生成过程，就是遗传编程的话是在程序进行不断的组合嘛，这个怎么组合的过程实际上是能看得到的啊，就比如两个父代个体怎么生出来一个子代个体，这是都是清晰的。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就是你给它一个需求，然后到底怎么生成的这个子代个体，就是怎么生成这段代码，它其实是不清楚的。除非是用一些非常强的那种，比如说 LAM 这样的一些解释机制，但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吧。然后泛化能力的话，就是遗传编程，当然就是因为你需要定义一种函数集和终端集，所以说你如果解决这种图像生成，比如解决这种图像的分类，它就是只能解决图像分类。然后如果你想解决比如说别的问题，比如符号回归，你就要重新定义一套这种函数集和终端集。而对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直接告诉他你想要什么，解决什么任务，你都可以让它生成对应的程序。所以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 large language model 和这个遗传编程，它们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所以说这块其实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这种不同点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呢？其实我认为是好处。好处的点在于，就它们具有不同的一些特征，具有一些不同的能力。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把这些能力进行整合，然后取长补短，从而得到一些更好的算法。我们如果看工业界就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线路，就是比如说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像我说的2020年之前，就包括 Google 他们也是主要是用遗传编程算法去进行自动算法设计，或者就是说自动程序合成吧。比较著名的一个算法可能是那个 Google 做的那个evolutionary 的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就是自动架构搜索的那个算法。然后当然了，就是2020年，截至2020年，谷歌一直都在用这种演化算法去做自动程序合成。然后这块比较impressive 的一个就是 AutoML Zero，就是说它从一些 basic primitive functions 就加减乘除，自动发现了这个梯度下降算法，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它背后的一个机制其实就是遗传编程，就像我所说的，就是它里边其实是没有很多的领域知识，然后就是全靠这种随机的交叉和变异，最后得到了梯度下降，所以它叫 zero 嘛。然后但是这样其实就是它这算法故事讲得很好，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太消耗计算资源了，就是只有 Google 这种公司才能负担得起。所以说后面就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真正掀起波澜的其实是 ChatGPT，就是23年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就 ChatGPT，你输入一段程序，输入一段指令，它就直接能生成一段程序，就不需要任何进化的过程。这个就让大家觉得就是很 impressive，就是我真正实现了这种就是端到端的这种程序合成。然后但是呢，就是其实 ChatGPT 它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生成的程序，如果大家用尤其早期 ChatGPT 的话，就可以发现生成的程序很大一部分都是错误的。所以说，并且它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想解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有机器学习的问题，它实际上它生成的只能是一些很 basic 的，比如说调用一个decision tree，调用一个 random forest 去做预测，它并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很好的 accuracy，就比如说在开构上能达到金牌或者银牌。所以说就是后面 DeepMind 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的，就是用 Func Search 去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生成一些候选函数，然后基于进化计算的思想去不断的就是选择和 crossover 和 mutation，然后去生成新的解。这里其实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就是呃，其实其实很多就是圈外人认为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然后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领域来看，其实远远还没有达到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程度。呃，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公司，他们也是在用就是基于进化算法和 large language model 进行结合的方式
去得到进一步的程序生成效果提升，而不是说直接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取代了遗传编程。所以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和 GP 它其实是一个弥补的过程，它能弥补哪些点呢？比如说传统遗传编程，它需要定义一个搜索空间，然后这个搜索空间呢是基于领域专家的知识进行定义的，比如说图像生成，它就把一些图像比如图像分类，就把一些平滑的高斯算子，然后或者是一些边缘检测算子，然后作为这个领域知识，然后定义到搜索空间中。但如果我们使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就可以基于领域知识自动的生成这个种群，然后自动生成一些functions，这样就不需要我们领域专家知识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遗传编程它是一个随机搜索的过程，然后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可以通过这种对程序的理解，去智能的说我大概什么样的程序效果不会很好，然后就可以不生成这样的程序，什么样的程序效果可能会很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实现这种算法的生成。然后这块比较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一个是这个CTU 张清富老师他们做的那个基于这种Large Language Model based the algorithm evolution 做的这种组合优化算法生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另外一个代表工作就是北京大学他们那块做的就是基于反思，就是我不仅仅用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和演化算法去做，然后我还在中间加入这个thinking 的过程，就像所谓的那种现在大家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就是所谓那种DeepSeek 那种 Deep Thinking 的过程，然后呃去做这种遗传编程和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融合，然后去提升algorithm evolution 的效果。然后当然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DeepMind Funk Search，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可以发现这种超越人类专家设计的这种bin packing 算法，或者是解决一些其他的组合优化问题，然后取得了超越就是直接使用这种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效果。当然了，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些故事是不是就是说这些算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现状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现有的工具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呢？其实也不尽然。所以说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就是目前这些 algorithm evolution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研究的就是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实目前的 algorithm evolution 是没有用到细粒度的语义信息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细粒度语义信息？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设计一个算法，比如说解决 TSP 问题，或者是解决那种job shop scheduling 的问题，或者说更其他各种各样的 machine learning 的问题吧。我们说希望这个算法其实是一个在领域内是有一个通用性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算法它要解决TSP 的 instance one 和 TSP 的 instance two，或者它要解决 Kaggle 上的某两个竞赛。我们说希望这个算法是就是有一定的通用性，能解决这些问题嘛。但是呢，现在的这些 algorithm evolution 框架主要是利用一个 average score，然后去评估每一个自动发现算法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这块有三个 score，三个 algorithm，然后他们得到三个 scores。呃，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从 average score 来看的话，其实这三个算法 average score 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是不是代表说这三个算法其实在 algorithm evolution 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呢？实际上并不尽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algorithm one 和 algorithm two 它的一个 capability 都是相同的，就是说它们同时都能解决 dataset one 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问题，或者说能解决 TSP 的 instance one 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们解决不好 TSP 的 instance two。但是呢，algorithm three 实际上是和这两个互补的，就是它在 instance two 上效果很好。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平均一下，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个 average score 它其实是类似的，但实际上这样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粒度语义信息。而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在 algorithm evolution 的过程中去做 crossover，如果 A1 和 A2 组合，因为它们能力是非常互补的，我们组合大概率也是得不出来什么
更有价值的信息，所以说它对整个的evolution 的演进帮助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 A1和 A3组合，那么它们就是通过不同的互补能力，这样的话或许就可以产生更好的algorithm 在这个 evolution 的过程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动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algorithm evolution 的过程中显示的去利用这些细粒的语义信息，然后去提升这个效果。当然了，这个工作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具体怎么去实现这个事情，以及具体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可以看一下这篇 archive 的文章。对，然后这块我主要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到底该怎么去直观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这块有一个表格，这个 parent one 和 parent two 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data set 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然后这个是我们用在一个就是所谓的 selection operator 的一个设计上。当然具体是这个 operator 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 algorithm 自动发现的这个 algorithm 里面实际上是有些 components 的，比如说这种 complexity 的 penalty 啊 subset size 的一个 calculation， 然后以及 parent one 和 parent two 的scoring function。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就显示的去控制它，说我比如 parent 1做好的那个样例，我在 parent 2的时候，就是我选 parent 2的时候就是不再那么重视那个样例，然后 parent 2要更加选择互补的样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他们在这些complexity penalty functions，然后 subset size 啊以及这种scoring functions 上，都是会有一个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算法演化陷入到一个停滞，我们希望说就是说它两个 parents 具有不同的能力，然后我们组合之后，像所谓的 generated code 一样，它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啊。并且这些新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它其实large language model 它本身有一个语义理解的能力，然后它在组合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一个差值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看这个 complexity 的 penalty。那么其实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就是 parent one 和 parent two 的一个有机融合，包括这个 scoring function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考虑到这种细粒度的语义演化的话，那么在整个演化过程中就能保证一定的 diversity， 然后同时就是产生的 code 就有可能能组合来自不同的 parent codes 的 capabilities，然后去产生更好的效果。如果直观的理解，就是我们觉得未来algorithm evolution 应该多往这方面考虑一下，然后去多利用这样一种细粒度的语义信息，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然后这就是我们在算法方面目前的一些思考。当然了，就是 algorithm evolution 肯定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当然目前今天就讲这么多吧。然后除了在这种算法方面进行探索以外，当然领域肯定也是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比如说传统的话，GP 一般来说做的经典领域是，比如说做符号回归，就是我要生成一段数学表达式可以拟合这个 dataset，然后或者做电路设计，做机器人控制，然后做金融建模。金融建模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就是去做那个因子的那个因子选择吧，算是因子计算，然后做游戏 AI，做特征工程，然后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 GP 的经典应用领域。然后在 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这种更强大的能力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套到这些 GP 的经典应用领域上，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局限了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一些能力。Large Language Model 它有一些很强的代码理解能力，以及能生成很长的代码，所以说我们或许可以用它去做一些自动化数据科学的事情。就是我看最近也有些人在就是自动生成那个 Kaggle 的那些呃 machine learning 的 pipelines，甚至还拿到一些奖牌。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做自动算法发现，就自动算法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和前面所说的这种符号回归和电路设计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是在自动设计这个符号回归的算法，
希望大家就是能 get 到这个点，就是我们认为说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就是简单做一个这种金融建模或者说电路设计的事情，它应该是能做更高级的事情，比如说能自动替代的人类专家去做这个符号回归，或者做这种自动电路设计的算法，对，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代码优化，这个我知道就是目前很多那种硬件厂商他们都做就是 CUDA 呀或者生成的那个代码优化，从而可以加速那个他们算法包里的算子的利用效率或者说做科学计算，就因为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有一些自然语言的或者说领域知识的理解能力吧，所以说就可以自动去生成一些领域代码，然后去辅助这些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去探索更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总的来说，我想在这一页所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 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应该是有一些更应该去尝试起的一些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based 的 algorithm evolution 的一个另一个前沿方向。好，简单讲了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 GP，然后到底什么是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Algorithm Evolution，以及我们大概能做些什么。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再回到这个点，就是到底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演讲，去在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based Algorithm Evolution 时代去讲 GP 这个比较 old school 的事情呢？实际上在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我们认为 GP 依然是很重要的。GP 有什么样一个特性呢？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它的可解释性非常好，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当然它也可以生成很多很多的那种程序，但是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自由性就是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并不能生成的程序并不能完全符合领域专家所定义的约束。但是 GPU 它是可以保证这个的，因为 GPU 我们就是可以限制它的语法结构，比如说我的加后面一定要跟一个减，它在搜索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可以去定义的。但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你很难定义，比如说加法后面就跟一个乘法，当然你可以根据 prompt 去限制它嘛，但是这种限制并不一定是强约束的。然后另外的话，第二点就是计算效率，计算效率的话就是说 GP 它实际上可以在大规模的 CPU 上去并行计算也不需要用到 GPU。当然了，这有时候是一个好事，有时候是坏事。可能现在 GPU 在国内比较难搞嘛，这可能是一个好事。可能将来国产 GPU 又升级了，可能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很大的瓶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点就是 GPU 有一个领域适应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如果有一些领域知识能定义一些领域算子的话，那么实际上用 GP 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来说，你也可以告诉他我有些领域知识，比如说我图像中我有些平滑算子什么的，但它并不一定能100%的利用到这些知识去做成代码生成，因为它本身有一些幻觉，或者是基于它一些就内部的机制，它也并不能 follow 你的 instructions，就比如像一种能力。但是 GP 它一定能保证它是 follow 你的 instructions 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这个创新性。创新性的话，这一点就主要就是说，GP 它是 random search 的，random search 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领域知识是给我们真正创新所带来阻碍的，它甚至可能会阻碍我们发现更新的那种公式。如果我们用 GP 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因为领域知识所带来的偏见，这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当然了，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也本身有一些很好的地方，比如它可以处理更大的代码空间，然后它有更大的泛化性，就是它可以融入很多领域知识，然后它也很有很高的效率，就是它不会生成一些完全不符合领域知识的代码。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交互性，就是它可以根据这个用户所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给些 prompts，然后它会生成一些对应的代码。但这个在 GP 中还是比较难，也不是比较难注入吧，就是它很难根据这些非领域专家的意见去进行一些控制。所以说就是所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说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已经有非常强的能力了，它当然是有很强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Genetic Programming 与 Large Language Model 进行融合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 GP 它的随机生成，
如果我们融合进 large language model，它可以有一种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引导生成，然后它可以有更好的效果。然后如果是就是在这个适用度评估方面的话，如果我们纯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只有这思考的能力，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反思自己是不是要做改进，但它没有这种不断评估迭代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如果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和 GP 进行融合，它可以基于这种多维的评估指标，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个代码到底 O 不 OK，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分数到底是不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它就表现的比较好啊，基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改进，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然后变异和交叉的话，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就没有这样一种能力，然后 GP 它有这样一种能力，就是不断去迭代改进的能力，但是它还是比较随机嘛。如果我们融合 large language model，就会有一个更导向性的一些交叉和变异。然后收敛速度的话large language model 当然是非常快的，它直接one shot 的 inference 就可以。但很多时候 one shot inference 它不一定能出来结果，所以说现在很多那种做 program synthesis 的 large language model，它实际上都是采样50次或更多的次数，然后最后它取一个最好值，就是这样子。然后对于 GP 来说，它肯定是要相对来说更慢一些，一般来说可能100代或至少50代吧，才可以达到一个收敛效果。然后如果我们用GP 加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 balance 的点，就是它可以在10到50代之间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解。然后对于关于解的质量的话，large language model 它主要就是依赖训练嘛，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可以认为是把知识都浓缩到了这个神经网络中的一个过程，就是它训练的时候看过什么知识，大概率它吐出来就大概是差不多水平的。如果它看过只是简单的 TSP 调度规则，那吐出来大概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TSP 调度规则。那么对于 GP 来说，它就是比较灵活的，它可以去全局搜索。然后如果是用 GP 加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它也是一个全局搜索的能力，然后也可以可以发现那些训练数据中不存在的或者说质量更好的解。所以说这块我所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结合 GP 以及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生成能力，但结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可以 GP 生成一部分解，large language model 生成一部分解，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些交互，或者说我们就是把 large language model 嵌到 GP 这样一种框架中，然后去替换掉它的 crossover 和 mutation 算子，然后保留它的 selection 算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archive 的一些算子，然后去做程序合成。所以说就今天这个 talk 的话，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做这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这样一些专家，然后所以说今天我想分享的是，其实在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之前，有一套方法就叫 genetic programming，它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时代我认为是最成功的程序合成方法。然后它基于这种进化算法的搜索机制呢，提供了非常独特的优势。然后所以说呢，就我个人认为吧，就是在未来的话，其实 large language model 也很难替代掉就 GP 在这个程序合成领域的一些特色。然后所以说，我更多的是想呼吁大家，就是多了解一下这两方面的一些论文吧，然后考虑一下 large language model 和 GP 怎么去结合在一起，然后去迎接这个算法自动发现的新时代。所以说这个主要就是我个人的分享。然后我这块有一些参考的文献，如果大家就是不了解 GP 的话，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large language model 了。大家如果不了解 GP 的话，就可以看一些这些参考文献。这块有一个资料库，里边是收集了一些 GP 的一些名人，然后一些论文啊什么的。然后中文教程的话，这个是关于 GP 领域的一个deep 算法库。deep 算法库它里边其实只有 GP 的一些算子。如果我们想接入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话，就要自己实现一些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crossover 和 mutation 嵌入进去，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港理工那边 Polyo 那边就程然老师开发的那个 EvoGP，它是基于 GPU 的一个加速如果就是想要再结合进 GPU 这种加速能力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算法包。对，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也很感谢刘老师的邀请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好的，好的，老师对，老师您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提到那个分享那篇论文里，其实是提到那个 domain knowledge，就是领域知识那一部分，在提示词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对吗？然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们在研究过程里是怎么样挑选那个5条那个设计准则的？
是哪一页？就刚刚那个 archive 那个应该是。哪一页呢？应该是应该往下，哎，刚刚那页，这页吗？往前，应该是不是这篇啊？应该是这篇。哦，这篇5条设计准则吗？对你，哦哦，是指论文中那5条是吧？对对对。哦哦哦，好的好的，居然都已经看过我们的论文了。啊，是这样子，就是这5条其实是基于领域知识去做的，对。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领域大家做的还是比较艰难，就是无论是就是我们做的，还是包括这种PKU 或 CTU 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大家一般来说都还是离不开领域知识的指导，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 template，然后这 template 里边我们要写一些提示词什么的，就基于我们的对这个领域的了解，然后才能设计出来一个比较合理的算法，是这样子。嗯，OK。好，我看一下还有谁要提问。在场。这个方面，我再问一下，就是之前那篇论文的事情嘛，因为对之前有幸看，对，就是这边的话，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领域，但是我看到这个有个 evolving 这个单词，就是顿时就比较 trigger 吧，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 evolving 的话，具体的体现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哦，体现呢是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个 方 search 的框架，然后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算子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两嗯个 parent，然后去进行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进行 crossover，就是写 prompt，请帮我进行算法的组合，然后它会生成一个 generated code，然后这 generated code 我们进行评估，评估完之后呢，我们会选那些比较优的，呃，可以认为是比较优的吧，反正就是再进行下一代的 parent，作为下一代的 parents，再进行下一代的生成，所以说它实际上是利用了演化算法这个迭代的思想。对。啊，行，嗯。对，对这一块之前是没怎么太注意过的，那十分感谢，对。没事。呃，可以，我有个问题，然后首先感谢那个恒哲的精彩的 talk，我看到您在第9页的时候有做一个这个遗传编码和 LLM 方法的一个合成的对比，然后其实我们 EvoAgeX 在做的还是更倾向于是这个 AI 智能体方面的进化，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就是你觉得如果是再对比那个 AI 智能体这个维度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特征呢？或你有什么跟哦，遗传编码遗传编程有什么这个相似或不一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的，智能体的话，它本身也是有一些，比如说代码执行的能力，然后其实也，嗯，看到这里的 LLM，你还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要学习参数更新的嘛？但其实我们对对对，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现在把 LLM 当做是一个跟环境交互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它没办法去更新它底层模型的参数，它更多是去比如说更新它的提示词啊、工具啊、它的记忆机制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这个在变异方面的话，会跟前面的这种遗传编程有什么相关吗？或者是有什么就是可以复用的，在这个agent 层面呢？我浅显的理解的话，我觉得就是遗传编程可以是认为是一种下一代的 agent 的一种范式吧。就是我目前觉得 agent 基于我的浅显的理解，就是它目前还是更类似于交叉变异的这样一种过程，就它没有办法去交叉的两个，不能说没有办法吧，它可以做到，但是目前大家还比较忽视
就交叉2个 parents 去生成新一代 code 的这样一种过程。但是演化算法这一方面就是已经有很多的例证去证明说这个交叉算子它能很大的促进这个算法的收敛和加速，就是更快的找到很好的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 agent 领域去研究一下。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目前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编译比较多，就是怎么从提词的层面上去生成不同多样的一种组合，或者是从 demonstration，或者是你记忆怎么去更新，然后但也有一个就是方向，就是我是提了，我在想的是不是跟那个就是交叉会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用 RAG 对吧？我们现在比如说那个 AlphaEvolve 它做的它就是构建一个这个 program 的 database，然后去里面搜。那我感觉这一定程度上像是一种交叉，它在一种评分比较好的一些 program 的 database 里面去找一些组合，然后去生成下一个比较好的程序，然后再放进去。但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你总结的这个也挺好的，对，谢谢。对，AlphaEvolve 就是典型的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based algorithm 的 evolution 嘛，就它其实也是基于遗传编程的思想去做的，它就是这个 是的，fun search 的延伸嘛。对的，对的。嗯，OK，没有其他人举手了是吧？行，我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做 GP 的，我浅显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用 GP 去做这个算法合成的话，它会比因为我自己也做过一些代码生成的工作嘛，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它去用 ARM 去生成代码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特别是涉及到如果是 Human Evil 这种数据集的话，它会准确度现在的大模型准确度可以很高，但是其实像有一些比如说 LiveCodeBench 这种比较 challenge 的这种类似竞赛的这种题，它大模型生成的这个算法，它其实准确度并不是很高。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这种问题的话，GP 它会，它它就可能它搜索时间比较长，但是它可以稳定的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可以准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算法。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是到底为什么 large language model 目前没有办法解决那些比较困难的竞猜问题？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我觉得 GP 可以作为一种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去提供一些思路吧。比如说，我觉得 GP 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点的，比如说GP 它有很强的创新性，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域知识太多了，所以说它没有办法真正发现那些具有真正的 creativity 的 solution，就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 GP 的话，它这样一种随机搜索的能力，说不定是能带来一些改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GP 首先它的框架，当然了，这个其实在 AlphaEvolve 中探索的也比较多了，就是它这样一种交叉编译的这种结构，相比于传统的那种 Beam Search 或者说Beam Search 可能还好一些，主要就是那种尤其是传统的那种采样很多很多次的那种方法，这个都是已经在很现有的文献中被证实过很多次，是更有效的，就是要基于这种不断迭代的这种改进方式，会有更好的效果。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GP 这块是有一个对领域的一个强适应性。其实我这块列了3条，其实都跟这个领域知识有个相关性。就是一方面，领域知识它是一个对于小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点，但是如果真的是领域专家的话，它反而是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它能真正的把领域知识注入到这个算子设计中。对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它就明确的说让它写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代码，它其实很考验这个代码的指令跟随能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值得融合的地方吧。我觉得最后肯定还是要融合，就是融合在一起之后，
能弥补双方不同的能力，然后这样可以提升 large language model 解决这个问题的效果。OK，对，还有2个小问题是针对你那篇论文的，能不能到那篇 archive 去看一下啊？对，因为这个我其实不是很了解你这个你这个 propose 这个算法的这个整个的思路这个流程啊。我就是浅显的理解，就是你这个 semantics aware selection，它主要的一个核心思想不就是说，因为有一些算法，有些 algorithm，它比如说就是像你这个例子里面展示的，这个里边有 A1、A3 3个算法，然后它在不同的数据集上，它们的这个表现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他们的 average 就是有可能嘛，有可能他们最后的 average 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说告诉他 OK，那个 A1和 A2，他们俩其实是就差不多类似的嘛。但是 A1、A2和这个 A3之间，它们的差别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如果说这个 semantics 就是指说给他一个细粒度的这么一个知识，告诉他说 OK，那你现在可能说 A1和 A2它已经非常非常类似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说再用 A1、A2去做mutation 也好，或者是结合也好怎么样，反而是 A1和 A3或者 A2和 A3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是这么理解这个 semantics 吧？对，就是这样理解的，是的。哎，那有没有可能说就是呃，比如说在这个里边，它如果说有更多的数据集，就是说这里边是 dataset 1和 dataset 2嘛，如果说有更多的数据集，它这个情况非常复杂的话，不知道是怎么影响这个 LM 去做决策的，因为这个 semantics 最终是被返回到 LM 那里，然后让他说去决策说到底要哪2个去结合一下，或者说是怎么样，是吧？不，选择的过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算法，然后选择出来之后，这2个 algorithm 才会递到 large language model 中。就选择这一部分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哦，OK，那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在不同数据集上它这个 performance，它是根据一个什么逻辑啊？我们做的就比较直接，就是我们就是直接会算它的 complementarity，就是它，比如说A1可能在 dataset 1和 dataset 3上的分数，比如说 accuracy 就是1啊，dataset 2上的分数可能就是0。那么我们就找那个谁能和它最互补的，就是比如说到底谁在 哦 dataset 2上 accuracy 是100%这样一个 algorithm。OK，我大概理解了。呃，你们现在这个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进化，就是主要是体现在这个selection operator 上面是吧？对。那么你未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就是那个比如说 AlphaEvolve，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基于 LM 的这个进化的算法，你们有没有计划说让 LM 同时去进行这个mutation 或者是crossover，也让 LM 去参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 large language model 是用在crossover 上的，然后我们做的任务是 selection 的设计。嗯，哦，OK，行，我大概理解了。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其他问题？有一个问 LM 做演化时操作开销很大。对，这个其实针对这个，就是针对这个演化这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我不太确定这个 GP 和这个 IM 相比，他们这个演化的这个 cost 是
怎么去比较？我看就是最后一页那个倒数第二页还是最后一页那个 PPT 里边，呃，好像是 GP 加 LM 会相比于传统的这个 GP 的话，它会减少一些这个它会提升这个收敛的速度是吧？对，是的，就是因为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还是有领域知识嘛，这个我们是不否认的，就肯定会加快 GP 的演化。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可以补充一点吧，就是在这个表格上面，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用 one shot 去做这个 LM 的这个 evolution 的话，其实确实是如你这个表所展示的，这个纯 LM 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像一些就是最近这1年之内的一些做这个agentic 或者说是 LM 的这个进化的话，它会基于一个数据集去，大部分都是进化它的 prompt 了，进化它的 prompt，它会基于一个数据集去不停的进行搜索。其实这个我觉得并没有在这个收敛速度上面，当然如果它是 one shot，它肯定是比这个 GP 要快很多。但是如果是它是基于这个一个某个数据集去做训练的话，其实并没有说会比 GP 特别特别快。有一些，特别是我之前跑实验的时候有体验过，有一些它这个特别是进行这个 topology 这个 workflow 的进化的时候，它甚至会就直接卡死在我不知道它是搜索到什么地方了，然后它就直接卡死在一些地方，始终就是出不来。这样一种情况也是遇到过的。对对对，其实我也很认同，就是刘老师讲这一点，就是纯 Large Language Model 如果只做 inference 的话，当然是非常快。如果它要涉及到这种 to use 呀，或者说它要和别的 agent 去协作，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是这样的。嗯，OK，行，大家好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行，能不能结束共享一下？好嘞，好嘞，好，对，感谢这个洪哲的今天这个分享。刚刚大家太热情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说感谢，就已经一大波人开始在这提问了。感谢刘老师邀请，感谢感谢。好，我正好在这个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哎，能看到这个图片吗？能看到我分享可以可以， OK，好，其实那个也有人在 chat 里边发了，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我们这个 Evo Agent X 框架特别感兴趣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些社交媒体，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去跟我们联系，或者说加入我们的 Discord。刚刚有一些这个使用英文的朋友，他可能可以加入 Discord，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回复大家的这些 issues。好，行，那今天就到这，非常感谢恒哲的这个分享。行，好，感谢大家时间，谢谢恒哲，拜拜。拜拜。